所以你现在的实腿应该是直的吧？然后在这个直的状态下，用这里经过裆把这条腿推出去。你看你倒了，有没有？不能倒。所以我说要有反方向嘛，虚腿出来，先放正，好走，不对，反方向推。你的实腿的胯那个地方要反方向推，反方向，反方向。反方向不是这样子。对，平行的反方向。不错。力量，往那边。走，哎，概念对了，哎，走，往那边走，不要用它胯，哎，不要用，对，原本那个把它推出去，哎，哎，他有体会到。不对，虚实腿先分出来，虚实腿先分出来，哪个虚哪个实，虚腿提着，虚腿提着，提起来，对，不要倒啊，提起来，走，这个不要倒，不对了，走，提起来，走，不对了。比刚才好一点。是我是做那个导师，因为我一开始就要知道。对。就没有那个。再来。对，再来，虚腿起来，好走，不好，走，不对，你到前面来，你们看他做哈，你们看他做，好，你现在那个虚的实，你们看他做，你们注意这个地方，好走，你看这是不是倒了？这就是同方向移动嘛。再来，所以你这边应该是什么？这个实是不是？好，走，这样不懂？要保持到这个拿起来，保持到你现在是直的嘛？你要保持到你这个腿还在这个位置，所以你要用这个力量开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反方向的力量，你才能够抗衡它往那边。它往左移动的那个力量啊，它要有一个反方向力啊，这样不懂？走，虚腿出来，不对，虚腿出来，不对。你们能看得出来差别吗？啊？你来做我看看。比较好。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出去。对。这只脚拖走。对。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我像他一样，我今天穿的裤子宽一点。谁可以示范？你来做。我看看。再来，等一下，不要那么快。先虚腿出来，走。错了，你跟他一样。错了。还有谁可以做对？你要不要来示范一下？来，你刚刚做是对的，来这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对他们。好，来，先虚腿，你要朝哪移动？好，走。再来，往那边提，走。对，走。
哎，有看出差别吗？他有尝试那样做，力量是对的。就你要维持到这个，你维持到你的重心腿在这个位置上面，不要跟着它走，不要跟着你移动腿走，所以你要往后拉，这个地方要往后拉，来，走，哎，那我这是会慢一步。对，这样不懂？基本上是对的，基本上是对的。静美行吗？我看，你做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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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只要是同向的，你只要同向了，桩就没有了，同向桩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这个腿出来，我要在空中，你看，它还是一个桩嘛，你要维持到这个嘛？你看，所以我往这边移动的时候，这边都还是这个桩嘛，我不是说一个骑马步嘛？你要这样是骑马步，这样是骑马步，这样也是骑马步，这样也是骑马步，这样也是骑马步，这样是骑马步，这样骑马步。你不能说我这样子，我这样子再变成这样子，这样子再变成这样子。这样子再变成这样不行嘛？那表示你变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桩嘛？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要维持住那个桩，动的桩移动，可是移动的过程当中，它还是那个桩的结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，用这个桩在这样走的时候，它其实你看它就是这个嘛，它就是后面的腿。它是这样子的，它不是这样子的，它不是这样子，它不是同向，它不是这样子的。跟习目前的垫步都是这样子啦，不是垫步啦。他形意拳那个步在走的时候，你也不能什么，也不能这样子啊。你看现在很多他在往前的时候，他的三体式在往前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用后脚推。他用后脚推，后脚一推，后脚去推前腿，后脚一推的时候，你看膝盖就往前倒，是不是？他是用这个力量在推前面嘛？你看我一动的时候就倒了，三体式的桩就没有了。三体式是它的基本桩，就好像一辆坦克嘛，它的履带跟它的底盘是那个样子。不管怎么跑怎么转，那个不能变嘛。履带跟底盘的结构一变，它就垮掉了嘛。所以它在往前的时候，它在往前，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我在往前的时候是哪边？是这边嘛？你看，所以我在过程，我一落地就是一个三体式嘛，我这样就是一个三体式嘛，我这样过来，你看。我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一个三体式啊，所以我这个你看，我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才有一个三体式的结构力在嘛。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没有了，你看，你们能看出来差别吗？结构没有了嘛。所以你中间这个地方你没有力，你只能靠这个力量嘛，你只能靠这个力量嘛。所以腿要练那么粗，听不懂？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啦。所有的中国武术，你练的对，不管内家外家练的对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去看所有老师傅的拳照，或者他们练的，我让你们去看孙建云练他的孙氏太极拳，跟他其他的练的那个桩的差别嘛。他步虽然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他在进退的时候，他还是这边，
他们很简单，他就进退。可是进退他不是这样子进退嘛，他不是这样子进退，他不是这样走的嘛，他还是一个桩嘛，他还是一个桩嘛，他还是这个嘛，他是这个桩没变啊，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个是不分门派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中国武术里面最基本的这个，不然你为什么要有桩嘛？不然为什么所有门派都在练桩？是不是？因为他以后的拳的变化，他的行动，所有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建立在这个稳固的桩的上面嘛。看不懂？你像汽车的底盘是个轮子，那就是汽车的桩啊。你不能说我放定了，它是一个桩，每一个都很好，我一跑起来它就晃动了，那汽车还怎么跑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中国武术它要练桩，它要花很多时间去练桩，不是说练腿力啊，练这个练那个。一个基本的就是，它是这个拳的一个基本的支撑。我上面再怎么动，我上面承受再大的力量，我上面承受力量，我的桩不变，我的桩没有变。所以在传统的中国武术你来，如果他力量，你两只手来推我这个手，你推，你很大力，很快的推。我如果是这样推，我没输。因为我的结构没变，我的桩没变。我如果是他推，我这样子，我就输了。听不懂？因为你的桩没有了，人家马上进来你就死掉。可我维持住我的桩，表示一个部队在退的时候，他的阵型并没涣散。一个阵型没涣散，他马上可以头变尾变头。马上可以整个团体的移动，团体力量是没有变的，这个不算输，听不懂？如果撤退的时候整个阵型溃散掉了，那就输了。武术是一样的，听不懂？所以中国武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桩，它有桩的概念。你们看泰森打拳，他永远有桩，他不管进退闪躲啊，进攻防御，他永远有他那个桩在。听不懂？所以移动当中或者用力，你不管怎么用力，桩不可以变，在移动当中也不可以变。移动中也不可以变那个桩，这才要练那个桩嘛。所以你说落下去的时候腿会松掉，不能控制，这不行的，因为这没有桩。因为他来，当我要移动，我这个腿起来，当我要移动，我这个腿你看，在过程当中，我要维持住那个桩，所以我这条腿还是收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在结构内的。我不能说我这个腿一拿起来它就掉了，它掉了。当这个腿一掉的时候，它就不在这个结构内了，它脱离这个结构了，这样不懂？那我这样子，我只能用单向的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我保持住它，我就算这个腿是拿起来的，我这个腿是拿起来的，看。可是我的桩是这个样子，我桩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拿起来还是那个样子。当我走的时候，我还是这个桩走，它就还是一个桩，晓得吗？你不是桩，你就是这个，你就是这个，拿起来，你就是这个，你就是这个，这不是中国武术的概念，听不懂？